所以就短线来讲对我来讲2024年看1年的时间就称之为短线，短线台股涨的是基本刚刚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主持人刘宣彤。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财报魔法师孙庆龙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到底在风险意识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的寻找投资机会。好，欢迎孙老师。宣彤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老师，我想说现在大家最大的疑问就是现在股市涨到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嘛，就是说今年涨得很快，然后也快要挑战2万1，可是呢最近又因为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以色列伊朗的战争，或者是美国谜样的这个就是没有预定时期的这个降息，所以这个股市最近又这样下来了。那我不晓得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现在股市是不是涨太多了？如果大家觉得涨太多的话，我觉得大家必须得破除这个迷思，因为我觉得今年到目前为止即使台股已经来到了2万点，那基本上也都刚刚好而已。2万点是刚刚好，对，刚刚好而已。其实未来还有很大的一个行情可以去做期待啦。那主要从3个面向来看，第一个知道宣彤今年是什么年吗？龙年，庆龙年。所以我们请了孙庆龙老师是对的。对啊，就是从1975年以来的统计，台股只要到龙年平均的涨幅来到24%是，所以以台股现在目前的上涨的幅度来讲，其实都还不到那个平均的涨幅，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其实就是从财报分析的角度来看，是光是今年台股可以合理的上涨的幅度就可以来到24%，是因为今年的整体的上市柜公司的获利可能比去年成长24%，是这个意思吗？不只是上市柜公司的获利的成长，还来自于本益比提升的一个效用。那所以如果以去年收盘在17930来看的话，那17930乘上 1.24%， 台股今年合理的一个目标的点数大概就22233嘛。但是台湾加权指数很喜欢配发股息，每一年大概就可以增发600点以上的这个除息所增发的点数嘛，所以22233减掉600点，大概21633，这个大概就是今年台股比较合理可以来到的目标的价位。所以就目前的点数来看的话，其实离这个目标还有一点点距离啦。那刚才宣彤有特别提到说，其实这个24%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其实是从财报的角度去看的。我们知道，其实从财报的分析中有一种可以计算合理股价的方式，其实就是 EPS 乘上本益比得出它合理的股价。对，假设有一家公司它的 EPS 是10块，那市场愿意给它合理的本益比是10倍，那它合理的股价就是10乘上10得出100。对，这是一般我们大家的算法嘛。对，那今年2024年会有2个影响这个财报公司的因素。第一个是刚才宣彤所讲的，很多的企业获利会从谷底翻扬，那所以这个 EPS 我们认为今年所有的上市公司平均来讲至少会成长个2%左右。所以 EPS 会从10块钱上升到12块。那第二个因素是来自于联准会有机会出现降息。对，虽然刚才宣彤有提到说联准会降息的时间表似乎扑朔迷离，对，扑朔迷离。但我们从保守的角度来看，今年其实联准会每降息1码，其实对本益比都有个相对幅度的提升的效用这个是财报分析所计算出来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假设今年联准会降息2码的情况之下，同样一家公司它的合理本益比就会从10倍上升到10.34倍。那所以换言之，这个股价就会从100块上升到124.08，那计算的方式就12乘上10.34，所以124.08较先前的100就上升了24%。所以刚才讲的那个24% 的计算的方式，所以每一个都是有所本的。对，这个是财报的公式。那请问这个降息2码大概就是本益比从10倍可能提高到10.34，这个算法是我们一般有一个常规还是？所有的企业价值其实都跟无风险的利率是有关系的。那这张图其实是假设联准会它利率在维持在 0.25% 的情况之下，一家赚 EPS 10块钱的公司，它合理的企业价值是122.02元。这计算的方式其实就是给它 5% 的风险贴水，加上未来20年的折现所得出来的价格，这都是财报的公式是。那2022年台股不是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修正嘛？关键原因是联准会出现了所谓的暴力升息，对，一路的上升到这一波的一个升息21码的一个状况。同样一家赚10块钱的公司，它合理的企业价值就从122.02降到82.31%。同样赚10块钱单单纯都是联准会它透过暴力升息，合理的企业价值就下降了。那接下来我们会出现降息2码嘛，所以这个企业价值的回升基本上就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是第二点的方式。老师，对不起，我可能要细问一点点，这个可能有些读者不是很了解你刚刚讲说用未来20
年的折现，等于是说假设他每年固定赚10块钱，未来20年我们可能认为他这样20年就可以赚了200块200块，但实际上比如今年赚的10块跟明年赚的10块回推回现在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对，会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嘛，那通货膨胀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无风险的基准的利率，当然会反映通货膨胀的水准。对，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风险贴水，就是公司营运其实是有风险的，所以把这个风险加进来。所以这个 82.31 怎么算，就是把它未来20年的现金流量折现回来，折现的部分有2个，一个是无风险的 5.55%， 再加上风险贴水的 5%， 所以可能 10.5%。对，然后所以联总会的降息将会影响无风险的利率，当无风险的利率出现变动的时候，资本市场的股价它的合理的企业价值也会跟着变动，所以这个是联总会每升息1码或每降息1码对企业价值的评价，它调整的幅度基本上都是有这个依据可以去做依循的。那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到，你说如果 5.55 升息21码的时候，企业价值是 82.31， 那如果降息2码变 85.14， 从 82.31 到 85.14 大概就是你刚讲的3%多，所以就是本益比从 10% 变 10.34，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是的。OK， 所以我在这里先提醒读者一下，其实听起来也许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就是风险贴水跟这个折现率这些，我觉得可以利用机会大家好好的多看看，然后自己也去搜寻这些相关的知识，然后就可以理解到老师说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东西，而且是非常基本。如果你今天是学投资的，是你是把股票市场当作投资来看待的，你要去了解这家公司的企业价值嘛。对，那所有的上市柜公司它都可以透过财报分析去计算出它合理的企业价值。对，有了合理的企业价值，你就可以判断它的便宜、合理、昂贵落在什么地方，那就此就可以提供你买低卖高的机会。那大多数的投资人在投资股票是不管企业价值的，是完完全全就是蒙着眼睛在做投资，这个时候你在投资市场中风险就会高一点。对，好，也谢谢孙庆龙老师提醒我们。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3个原因。对，那第3个原因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长线的角度，因为这几年随着台湾的半导体公司对台股的影响越来越高，那基本上我们有观察到，其实全球半导体的景气的孤荣啊，其实会对台股有直接的影响。那这张图是统计过去20年半导体景气一旦落底之后，我们去统计它接下来台股会延续多少的多头行情。那比如说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当时的全球的半导体的营收的年增率开始落底，开始翻扬的时候，那开启了台股从2019年涨到2021年上涨 107% 的涨幅。那时间再往前推续到2016年，当时年初的时候，全球的半导体营收年增率也落底了，那开启了台股从2016年涨到2017年 38.9% 的多头行情。那2012年那一次台股涨了 44%， 2009年的那一次台股涨了 108%。那最近一次半导体营收落底的时间点是落在2023年的年底，就是去年。 对，所以如果你看到这过去的平均的上涨幅度来看，即使台股今年涨个2%好了，还不到这个下面的最低的这个标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台股的多头行情是可以值得期待的。所以就短线来讲，对我来讲2024年看1年的时间就称之为短线，短线台股涨个2%是基本刚刚好。那如果你把眼光放长啊，我觉得这过去半导体景气落底之后，台股多头延续的这些涨幅啊，这就可以去当做我们判断的标准了。所以您刚刚讲的重点就是说，第一个回答我们说现在到底是不是太热，其实就指数来说，其实算那个您刚算本益比跟获利这些财报的看起来还是 OK 的，还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对，然后再从这个半导体景气的涨幅来看，其实我们这个多头应该理论上还是持续的，就是对，会至少延续个2到3年嘛，2到3年的时间，所以今年才第1年开始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波整个台股的多头行情大家要尽情的把握。但是还是跟宣彤报告啊，就是就像我们人啊在爬山啊，如果我们要攻顶的时候也很难一口气攻顶，对，爬到半山腰的时候也需要休息一下嘛，是任何的休息都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那如果就极短线来看，这个极短线可能看到4月5月份，我觉得台股这个时候休息是刚刚好。对，原因有几个，第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台湾加权指数跟年线的正乖离太大了，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已经到达 20% 哦，这过去以来台股加权指数跟年线正乖离超过2%以上，都酝酿了短线修正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台股的大盘的本益比，其实上个礼拜五已经来到23.9倍了，逼近24倍了，是。
这个去年的4月19号，台股的大盘的本益比才在13倍而已，13.9倍而已，所以1年的时间台股本益比就拉升了10倍嘛，所以接下来还需要等待5月份整个台股的这些上市公司所公布的第一季财报，把本益比稍微压下去一点，才有利于台股走一个比较扎实的基本面行情。那第3个点就是每年到了5月份啊，报税，大股东啊会开始卖股求现，对，可能4月就要开始卖了，因为钱太多，要慢慢卖。对啊，今年的第一季而且又涨很多嘛，所以大股东要卖股求现，其实基本上也都蛮合理的。再加上可能电子业每一年都会有5穷6缺这样的传统的淡季嘛，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4月份、5月份台股休息啊，不管任何的回档休息，它都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些的休息也可以让你长线看好的投资人可以趁机的去上车，再找另外一个机会去上车就对了。好，老师，那现在我们其实从今年以来，其实涨的就是最大就是半导体嘛，我们台股是向半导体倾斜，再来就是重电或者是军工，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政策股或者是我们的产业的方向。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是说像您刚刚讲说现在开始趁着休息可能来找股票？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从财报分析的角度去判断有没有哪些公司具有未来成长性的条件啊。对，您是财报魔法师，是因为我一直相信，就是一家公司它的这个未来会怎么走，它一定会种什么因嘛，就会得什么果。对，所以它种什么因，基本上从财报的角度可以找出一二。那我记得在我在2018年的时候的这本著作《12招独门秘籍》，2018找出读标股基因中，我那时候分享了12招，其中的第8招就有2个从财报分析的角度。第一个是春节加班找标股，我会从这个春节有些公司它有加班，不是我们自己加班，不是公司加班，因为一般的老板他比较不愿意在春节的时候请员工来加班，原因是加班费很贵，嘛，除非订单多到即使付2倍3倍的加班费给员工都划得来，所以春节加班这个部分从财报分析可以找得出来。还有第2个，我在这本书的第8招上面有提到预收款项藏好股。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那时候台股的企业的财报里面是叫预收款项啊，但是在这1-2年已经统一更名了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叫做合约负债。在这里可能要跟观众朋友提一下，这个大家要好好的听哦，回去也可以反复的听。其实合约负债是很重要，而且我们在公开资讯观测站，其实大家的财报是找得到，只要你认真，其实是找得到的。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先指标啊。一般呢，我们听到负债啊，总觉得越多，这家公司的财务风险越高。它前提是建立在你欠的负债未来是要用金钱偿还。这种负债当然欠越多，财务的风险越高。但是财务报表中有一种负债，你欠的越多，你未来非但财务风险越低，而且还未来的营收有更往上一层楼的条件，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合约负债。是。那合约负债它有3大的解读啦。解读1其实就是它是因为它是客户预先预付的费用，它包含的定金，就像比如说我们想要出国旅行的时候，你会付给旅行社团费的定金，你要订机票的时候也会有机票的定金，那这个定金就会放在这个所谓的合约负债里面。像健身房那种呢？对，也算。那另外还有预收工程款跟预收备料款，因为这些公司他们还没有开始认列营收嘛，所以他们必须就财报的处理上，他必须得认列在流动负债里面或者是非流动负债。但是因为他未来偿还的方式不是用金钱，而是提供对等的商品跟服务，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未来会反映在营收增减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先指标。老师刚提到就是说你们可以从这个资产负债表上面的流动负债，或者是在非流动负债，甚至有些暗藏在其他项目哦。对，它现在名字就统一叫合约负债，反正都是统约叫合约负债。它有分短期的跟长期的，短期的称之为流动负债，长期的称之为非流动负债。那短期跟长期的差别就是1年以后才会认列营收的称之为非流动，1年以内会认列营收的就称之为流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的什么在手订单什么，其实很多都从合约负债也看得出来它的增减的那个。对，这1-2年我觉得有2档蛮经典的案例啊。第一档是这个3583的这个星云，这跟半导体设备有关的。那这个蓝色的这个柱状啊，就是它过去几季的这个合约负债的一个呈现。在过去以前，在2022年的时候，它的合约负债大概只有4.58、6.74、10亿左右，但是到了2023
2022年第一季开始跳升到41亿，跳升到48、62、77、87亿，一路的往上跳升的过程中，就代表它的未来的业绩有机会水涨船高。那我们看到它过去这2023年以来的股价走势，真的也是非常的惊人哦。从这个去年5月份的时候 97.2， 然后4月9号的时候已经来到386了，完全符合刚才那个合约负债整个接单的这个对波段涨幅更来到297% 嘛。那除了星云之外啊，另外一家公司我这边是直接用这个财务报表，我刚才那个是我整理过后的，那这边是直接用财务报表中啊，是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中有资产、有负债跟股东权益。在负债这个栏位中啊，你看负债这个栏位中，你往下看，这边就有一个栏位叫做合约负债，然后这叫流动，流动的就是一年内到期会必须得认列营收的这个负债。然后你们观察到，像亚翔它的合约负债在2022年的第二季的时候只有47亿，然后后来上升到181亿，上升到216亿。你看这往上跳升的过程中，这也代表这家公司未来的业绩有机会水涨船高。那股价的走升基本上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个状况嘛。那亚翔这一波的股价从去年的1月份的 38.1 涨到这个4月11号的333，波段飙涨774% 的同时，其实它也透过财报的领先指标，可以提供投资人去做判断的标准。好，那这是过去您给的一个案例。那刚刚讲说我们接下来的选股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什么方法，或给我们一些指标？好，那一样我们就是一样透过合约负债来选股嘛。在选股过程中，我有一个4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现在目前最新所公布的财报是去年的第4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就去年的第4季。不过等到5月15号之后，等所有公司公布第一季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相同的标准去做一样的筛选。那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第4季的财报，所以我会透过去年的第4季要较前一年的第4季合约负债增加的金额占股本比例超过30%以上，要把股本的规模考量进来，因为每家公司的规模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只是单独看合约负债的总额，你要看它的股本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2023年第4季的合约负债总额占股本比例也要超过30%以上。那第三个就是近4季的 EPS， 这个指的是2023年的 EPS 跟4月8号的股价所计算出来的本益比在20倍以下，这个就是相对于便宜一点了。刚才有特别提到说，大盘的本益比现在已经来到了 23.9 了，所以要比大盘的本益比还要低，基本上就有一点点便宜的意味在里面了。那第4个我就会排除近4季有出现 EPS 亏损的，然后甚至我会排除 KY 的股票。这基本上我们在财报角度里面是不太推荐投资人去看 KY 的股票。那这样的条件之下其实台股的1700多家公司中目前符合上述4个条件的标的其实不多虽然还不到屈指可数啦，大致上也落在10几档左右。那这10几档左右，我先把它先睹为快，其中的5档让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一点功课。那其中像第一档这个海月，它2023年的合约负债较前一个年度增加了 9.05 亿，增加占股本的比例是来到 77%， 然后合约负债占股本的比例是来到 181%， 近4季的 EPS 是 13.86， 所以目前的本益比是 10.6 倍。那另外还有根基，它的合约负债增加占股本的比例是来到 47%， 然后总额占股本的比例是 174%， 近4季的 EPS 8.2 元，所以它目前的本益比大概在11倍左右。那第3档是半导体设备的金鼎，它2023年第4季的合约负债是 3.39 亿，跟前一个年度的 0.16 亿大增了 3.23 亿由于它的股本是 9.72 亿左右，所以合约负债增加以及总额占股本的比例大概落在 33% 到 35%。那由于它近4季 EPS 已经缴出 20.48 元，所以目前的本益比大概在 15.1 倍左右。那另外2档，一个是汉唐，目前的本益比在 15.9 倍，然后华汉目前的本益比在 17.9 倍。所以以上的这5档就提供给我们女王聊财经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再进一步的去做研究了。对，那观众朋友可能要注意，就是刚才最后老师有提到的增加的合约负债，可能马上5月15号第一季就出来了。对，到时候第一季财报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自己也要认真做功课，就是增加的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第4季跟去年的第一季比起来，合约负债如果增加超过股本 30%， 或者合约负债整体超过股本 30%， 然后呢近4季不能有亏损的，好，就亏损公司我们不看。然后再来就是本益比，现在可能大盘是 23.9， 那至少要20倍以下，那
也许到了4、5月，可能大盘的本益比调整的话，就自己稍微调整一下。就这个不是一个老师是教我们怎么样钓鱼，而不是说一定要照着这个规矩，大家要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改变，这就是去调整。也非常谢谢老师哦，他给我们这样子的方式，那也给我们一些名单。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不是在报名牌，而是教大家怎么钓鱼。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老师刚才说的呢，然后再回家好好的自己做功课。那今天非常谢谢孙庆龙老师，那我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支持我们的节目呢，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收看我们财讯其他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